有话直说吧。族长，不知道您可知道，混沌界域的封印开裂，神王已回归之事？是有所耳闻，怎么了？师尊怕三界混乱，让我们下山寻找天阶法宝，用来巩固混沌界域的封印。他们前往其他氏族，我前来北山市。父亲，根据殿才道人的指示，另外一枚天阶法宝就在我们北山市。他们是特意过来向我们借天阶法宝的。在我北山市？当真是这样吗？族长，你不知此事？我还真没有听说过我北山市有天阶法宝。不对呀，师尊的锦囊明明说是这儿啊。这天阶法宝向来是机密，纵使是强大如黑白玄功，也未必可以清楚知晓其具体位置。再说了，这殿才道人偶有失误，也实属正常。父亲，您是真的不知道吗？若是知道，岂能不如实奉告？好了，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，先回去了。就让百威替我好好招待你，我就先失陪了。父亲，请留步。这天阶法宝，在我们北山市吧？你是从何处听来的谣言？没有就是没有，难不成我还会骗你们吗？父亲，我从小就听说过，在我们后山之中，有一灵物保佑着我们北山市。这么多年了，却未曾有人见过。父亲，您还下令，不准任何人进入。想必，这后山之中的灵物，就是天阶法宝吧？休得胡言！父亲，你……如今天下不太平，若我们北山市真有天阶法宝，还恳请父亲献出，以助师尊们巩固封印，好维护世间平安。好吧，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。属下未能完成任务，回来领罚。东原氏的功法并不高明，按理来说，你应该能顺利完成任务。为什么失手？门主有所不知，少岩氏的人突然出手，与东岩氏联手，共同对抗我们。又是少岩氏。后来，黑白学宫的邋遢道人也前来营救，我怕惹上黑白学宫，所以只好撤离。起来吧。这件事你做得对，那此事就先暂且放一放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好好盯着季奴。我估计此事跟他又脱不了干系。是。父亲，这画中的女子是谁？这画中的女子是你的母亲。我母亲？父亲，我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听你提起我的母亲。我知道，在北山氏族里，我母亲是禁忌，你还下过令，禁止提起我母亲。可是父亲，今天……实不相瞒，这天阶法宝的确是在我北山市，但我不是不想借给你们，而是因为我借不出啊。为什么？这就要说到当年的一段往事了。这天阶法宝，在很多年以前，并非我北山市所有。当年，我是北山市的嫡长子，奉圣君圣谕，迎娶公主。
我与公主情投意合，日子幸福而美满。那族长这个位子，应当如何选才合适呢？胡公子有何建议啊？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和大哥比试一番，胜者方能继承族长一位，输者就得离开北山市，如何？为了战胜我弟弟，我用了天阶法宝修炼，结果导致走火入魔。有泪呀，世界！就出来了，世界有力！记得我了吗？我是长泽。爱狐，那是你的孩子。 长泽，长泽，长泽！北山黑虎，你本该遭受雷电之刑，但是看在孩子的面上，我暂且留你一命。我会将天阶法宝永世封存，你永世不得再用。 而你，至死不得离开北山市。哼！谢不杀之恩。百威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不敢和你讲这段历史，怕你记恨我。但是，威尔，你迟早是要知道的。 你若是怨我恨我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我也想怨你，我也想恨你。可是现在，我看到您受内疚折磨了这么多年，我已经没有了母亲，现在我只剩下一个父亲了。 父亲，我母亲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啊？温柔善良，谦逊有礼，心怀天下，悲悯苍生。
你母亲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。父亲，这天阶法宝就封印在我们后山吗？对，这天阶法宝自从被封印起来，至今已有20多年了，我从未去过。今天就看你的了。这天阶法宝是你和你母亲唯一的联系。当日，你母亲就是用这天阶法宝救了你，唤醒了我。好剑法，不愧是威儿。师尊，这么晚了，师尊怎么还不休息？啊，刚刚处理完学宫的事，听到这边有声音，就过来看看。威儿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，还在练剑，是不是有心事啊？你的剑法凌厉萧肃，颇有男子的阳刚之气。可为什么到后面就衔接不上呢？这剑法精湛，威尔自知愚钝，尚未领会其意。如果能够将整套剑法练下来，那功力会在刚才的3倍以上啊！罢了，这修炼也不能着急，只要勤奋努力，迟早会有成果的。是，师尊。威儿，你跟宁儿的事我听说了。如今剑法退步，是不是因为她呀？师尊，你说对于修道者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对于修道者来说，最重要的，那是提高修为，一步步的修到仙人境界。哦。修仙者本该清心寡欲，若有执念，很容易走向歪路啊，最终丢掉那颗纯正的修道之心。执念，应该每个人都会有吧？说清心寡欲，谈何容易呢？修道最难的，并非法术，
而是修心。人有很多妄念，就看你如何的处置。有些人为了和道侣永远在一起，所以修炼是为了长生不老；有些人是因为仇恨，修炼邪术，使人的目的不一。但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个人的恩怨，才选择了各自的修行之路。师尊，如果那些人突然间失去了所有修为，你说他们会怎么样？失去修为，还谈什么修仙？我曾经见过一个人，为了迅速提高功力，日夜修炼，最终修炼过度，导致丹田自爆，成为废人，从此绝缘修仙之路。成为废人？没有修为，岂不如同废人吗？只可惜他的家仇未报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仇人逍遥法外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最后郁郁而终。梅儿，人生最遗憾的是，本可以做到的，却没有做到了。本可以做到，却没有做到。梅儿，我说这些话的意思，你应该明白。为师不想逼你做出选择，但你知道吗？人生在世，有些事你躲不过。为师希望你尽早做出抉择。我明白了，师尊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是。志宁，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宿命。父亲，我决定将天阶法宝取出，送给黑白学宫，让他们交给师尊来巩固封印。你可想好了？父亲，您不是说我母亲心地善良，心怀天下吗？我想她在天有灵的话，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。不行。父亲，父亲，您不是说天阶法宝怎么处理？由我决定吗？不是我不愿意，你要知道，那天阶法宝有封印在身，要想拿到天阶法宝，就一定要经过那生死门才行。是那个生死门？就是那个有死无生、有生无死的生死门吗？对，这生死门一共有2道门。一人一生只能进入一门一次，这2道门时而是生门，时而是死门，没有定数。倘若碰到死门者，无论你的武功多高，修为多么的强大，都将是必死无疑。即便有幸进入生门者，也要经历重重困难，才能获得到天阶法宝。这么多年来，想要进入生死门的能人也是甚多，想必也有进入生门的，可却从没有见到一个活着走出来的。由此可见，这生死门之难，绝非我等能想象的。百威，我是绝不允许你去冒这个风险的。还有你，也是一样。族长，这次天阶法宝事关重大。再说了，我都来了，不试一下就放弃，这多没意思啊！你可听清楚了，这可是必死无疑的。我运气一直都挺好的，
有可能死不了。请族长让我一试。父亲，请你允许我们吧。罢了，你们既然执意如此，我又能如何？看来，这2个就是生死门了。这是传音石，进去之后保持联系。北辰兄，我想了很久了。这个生死门呢，分生门和死门，那我们就不说死门了，就是生门也是困难重重。是我来寻找天劫法宝，你不该来冒这个险。不如这样，由我闯入，你在外面等着我。那闯进死门了，就当我倒霉。假如我运气好的话，闯入生门，你好跟我有个照应啊！啊！不行，木头，这么危险的事情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做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说过了，我的运气一向很好的，相信我。木头不行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要是进入死门的话，你在外面还能跟我有个照应。啊，进去了。木头，木头。木头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这里有5个石头，在这5个石头的后方，有一道五彩屏障，让我无法继续运功。我每次硬闯，就会有一道旋律响起，那旋律让人头痛欲裂。5颜6色的石头，音律。木头，那个石头什么颜色？
分别是红色、绿色、橘色、黄色、灰色、黄色。哦，木头，我知道了，这分别代表着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5声音阶，击打不同的石头，再配合上音律，就一定可以破阵法。不管了，随便打吧。木头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破阵法了吗？要不你唱给我听吧，我给你指示。你是在逗我吗？这让我怎么唱啊？苹果，快来帮我！到底哪个才是生的，哪个才是死了呢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进去帮木头。木头，你在原地等着我，我马上进来帮你啊！木头，这不是我母亲10月怀胎时候的曲子吗？父亲跟我说，这是母亲最爱的曲子，我从小听到大。母亲，你快出来！我想你。声音从这里传出来，少主可能在这个门里。哎呀！百位，是我害了你！母亲，我是你儿子百威啊！母亲，你是谁？我乃天阶法宝之守护者弃灵。那我母亲呢？刚才只是公主的一丝幻象，现在幻象已经散去，你还是速速离开吧，要不然，你的下场会和你的同伴一样。我母亲的幻象为何在此？这天阶法宝，沾染你母亲的鲜血，留住了她的一部分力量。10几年来，从未有人闯入此地，力量也就残留至今。刚刚这个魔障，也是我用她的力量帮你所破，但魔障破除，公主的力量也已经随之散去了。那如此说来，方才多亏了前辈相助，我才能打破阴障。不错，我和公主曾有个约定，
绝不会取你性命。但是天阶法宝，我是绝对不会交给你们的。今日我不得到天阶法宝，我誓不离开。一取天阶法宝者死。可笑！天阶法宝本就是天地灵气孕育而成，拯救苍生是天阶法宝的使命。我等取到天阶法宝是为了巩固封印。你既是契灵，就应该双手奉上，而并非阻挠。哼！你们这些人的花言巧语我听得太多了。妄图得到天阶法宝者，都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，实际上却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的人。还有你的父亲，为了得到天阶法宝不择手段，煞费苦心。前前后后，不知来了多少修道者闯入这生死门，但是都没有好下场。可笑的是，他却没有料到，能够闯入这生死门的，竟然只有自己的亲生骨肉。我劝你，还是离开吧。我父亲，这不可能！我父亲明明说过，他为了不睹私人，他从未查看过天阶法宝，更不可能取夺天阶法宝。我才不管他有什么打算，我既然为契灵，我就要守护天阶法宝，谁都不可能从我这拿走天阶法宝。可是前辈，如今神王蠢蠢欲动，2界封印一旦冲破了，整个赤明界域就会生灵涂炭。如今，唯有天阶法宝才能巩固封印。我北山百味以血为誓，得到天阶法宝，若不为苍生，天地不容。好吧，我就再相信你们人类一次。多谢前辈相助。你别忘了，这生死门中还有你同伴的性命。前辈，这是何意？天阶法宝和同伴的性命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为何要如此？天阶法宝和同伴，恕在下难以选择。既然你不做选择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且慢！怎么，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我选择救同伴。小子，你这个决定可不明智。同伴可以再交，天阶法宝取得的机会只有这一次，更何况几个人的性命和天下苍生相比，我觉得后者更重要吧。木头的性命和天下苍生的性命一样重要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得偿所愿。百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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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我怎么在这里？哎，北山兄，木头，你醒了。木头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我没事儿，倒是你那个刀伤其实挺深的，你自己活动活动，看看好一点没？刀伤。你都知道了？啊，我都听见了。对，虽然我当时已经晕倒了，但是我的意识还是清楚的，就都听见了。北山兄，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谢谢。说来惭愧，到底还是没有拿到天阶法宝。嗨。这个嘛，这要靠缘分的。我们已经努力了，
那没拿到也没有什么办法。那我们既然都知道生死门在哪儿了，我们俩就再去试一次，下一次一定能够拿到天阶法宝。也好。父亲，难道当真没有办法得到天阶法宝了吗？凡事不能强求。百威，你已经尽力了，父亲真的以你为傲。父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人一生只能入生死门一次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例外。族长，虽然未取得天阶法宝，但也要感谢你的帮助。谢谢你们的恩情，我会牢记于心的。那此书告辞了。且慢，世间万物皆为阴阳平衡，此天阶法宝属于阳性，自有一阴性天阶法宝与之对应，二者法力相当。若是找到另一件天阶法宝，亦可以加固封印。那另一件天阶法宝在何处啊？另一件天阶法宝在何处，恐怕世间无人能够知晓。不过有一首诗，似乎可以作为指引。一首诗。灼灼雪莲，妖星乍现，寒中运火，沙中引山。龙精既出，血染苍峦。风起行遁，一展飞天。风起行遁，一展飞天。可这首诗没有写出天阶法宝所在之处，也没有指明方向啊。木头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跟你回黑白学宫吧，也许师尊们能给一些提示。百威，你伤势未愈，不宜远行，还是留在家里休息吧。对，百威兄，你好好的养伤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通知你的。木头，如果有需要，你一定要通知我。放心吧。告辞了。告辞。百威，百威，百威，你醒醒啊！百威，你醒醒！阎王，郡主到。外公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来给你送这些。这些书是什么啊？我听说季宁他们在找天阶法宝，我想这些书对他一定有用。天阶法宝？西月，你赶紧把圆圆酿搬出来，我快渴死了。哎，这位是？啊，这位就是你口中常常念叨的邋遢道人吧？邋遢，这位是我的外公阎王。黑白学宫弟子邋遢道人，见过阎王。明霄长公座下的弟子，气质果然不一般呐。阎王过奖了。啊，
西月正好要去一趟黑白学宫，你们可以一起去。黑白学宫？是，我外公说了，有东西要送给你们。东七怎么没有来啊？族长有所不知，如今无间门的事务已不是由门主一人说了算。你们无间门之间的纷争，我并不在乎，我只在意这神王是否还说话算数。他曾经答应过我，待我夺得2件天阶法宝之时，便可以治好我的妻子。神王能够挑起3界大战，救治公主之事，自然不在话下。只是，在下不明白，公主是圣君的亲生女儿，您为何不找圣君帮忙，而执意要求助于神王呢？难道这是您与圣君共谋对付神王的计划？